多散户看到 A 加的股票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涨这么多了，我现在买是不是最后一只老鼠？我是不是在追高？错了，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就错过华尔街最强大的获利密码。Hello， 各位，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是阿伟。现在拍摄时间是4月28号的晚上9点。不知道大家在投资股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种状况，就是你花了好几个晚上去看财报、看 PE ratio， 终于找到一档基本面超好、估值又超便宜的股票，你满怀信心的买进去，结果呢，大盘在涨，投行在涨，就是只有它不涨；大盘在跌，它也跟着跌。这只股票就好像是被市场遗忘了一样，躺在地板上躺了好几个月，甚至好几年都没有动。这种状况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价值陷阱 （value trap）。那要怎么避开价值陷阱，并且买在股票即将主升段爆发的前夕呢？今天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个被华尔街视为印钞机，但在散户圈却被误解为追高的超级武器，就是动能指标。Momentum 有来跟我直播或看我影片的各位应该要知道，现在我目前主要在研究美股的平台就是 Thinking Alpha， 而他们在分析一家公司的时候会使用5个面向的量化指标，其中一个就是动能指标，而他们量化团队也曾经公开表示说什么，在所有的指标当中，动能指标是最具预测能力的。如果你不想再买到那些死鱼股，想要跟着聪明钱一起飞，以及为什么强者恒强，弱者恒弱是股市里不变的铁则，这支影片请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在开始前，记得先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。我们现在谈谈到底什么是动能。简单来说，动能就是物理学上的惯性。一台在高速行驶的高铁，你踩刹车，它也要滑行一段很长的距离才会停下来。同样的，一档正在强势上涨的股票，它的涨势通常会延续一段时间。我们来看看 Thinking Alpha 他们量化团队是怎么评估动能的。当你打开 Thinking Alpha 的任何一档股票，你会看到这个 Quant Ranking， 里面有5个核心的维度：价值、成长、获利能力、EPS 修订，还有最后一个也就是动能 Momentum。Thinking Alpha 的动能评级不是随便看看 K 线图而已，他们是抓这只股票过去的1个月、3个月、半年和1年的价格涨幅，跟这档股票的同行产业的板块 sector 的中位数去进行比较。为什么要和同产业比？因为如果今天科技股都在大涨，这档股票涨了 20%， 那不叫强，那叫跟着大盘走。但如果今天大盘平平，它却能比同业多涨了这个 30%， 那就代表有大资金在默默吃货。经过了4个维度的这个综合计算， Thinking Alpha 会给这档股票一个从 A 加到 F 的评级。 A 加代表这档股票的动能极强，远远甩开同业。 F 代表什么？ F 代表它是一档正在被市场抛售的弱势股。很多散户看到 A 加的股票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涨这么多了，我现在买是不是最后一只老鼠？我是不是在追高？错了，如果你这么想，你就错过华尔街最强大的获利密码。接下来我要用学术界的这些硬数据来打破你的迷思。你可能会问，动能交易听起来很像是投机客在玩的，有科学根据吗？有，而且非常强大。动能指标 Momentum 是学术界和量化投资界公认最神秘，但也最难以反驳这个市场意象。早在1993年，金融学界有2位大神级的教授发表了一篇震撼华尔街的经典论文。他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回测实验，在美国股市里买入过去3到12个月表现最好的股票，我们就叫它这个赢家组合，然后放空过去表现最差的股票，就是输家组合。你猜猜看结果是什么样？这个超简单的这个买强空弱策略，每年居然可以产生大约 12% 的超额报酬，而且这个超额报酬是无法用当时主流的这个传统风险模型来解释的。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市场漏洞。你可能又会说，那是1993年的美股，现在都几年了，现在2016年它早就失效了，或者说那只适用在美国。不得不说，完全没有失效。1998年，耶鲁大学的 Rowan 教授把同样的方法拿去欧洲12个国家的股市测试，发现动能效应在欧洲一样奏效。后来更多研究证实，这个现象在新兴市场
包括我们熟悉的亚洲股市通通存在，甚至全球顶级的这个避险基金 AQR 的创办人 Cliff Asness 在他的研究中证实了，动能效应不只存在于股票，你在债券、外汇，甚至是黄金、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，通通找得到动能。当一个策略可以横跨十几年，跨越十几个国家，还能跨越不同的资产类别，那它绝对不是靠运气，而是市场运作的底层法则。江南银行又来了，还不是江南银行的客户。第2季，你只要开户累积消费满5000，或是不限金额刷5笔，就直接送你一个行李箱。我报你好康，也不要忘记用我的专属推荐码 8CGZSH。开户完也不要忘了去解带你一起富起来的活动。新手开户礼200现金，理财测验礼100现金，会员加码礼100现金。想要了解江南银行第2季完整权益的，赶快去找这一部影片来看。学术界说有效，那业界真的有人用这个赚钱吗？当然有。如果你们有在买 ETF， 那你一定听过 MSCI 名城这家指数公司。MSCI 有推出一系列的这个风格因子指数，就是 Factor， 像是什么价值因子、高股息因子等等。你去查一下历史数据，你就会发现，在所有的因子产品当中，动能因子 Momentum Factor 长期以来的年化报酬率，还有衡量风险报酬比的这个 Sharpe Ratio， 几乎都是名列前茅的。不仅如此，现在华尔街最强的量化避险基金，像是刚刚提到什么 AQR， 还有管理1000亿美金的这个 Man Group 曼氏集团，他们都把动能当作核心的交易讯号。而为什么？因为这对这些顶级的机构来说，动能是捕捉总体经济变化最直接也最快速的途径。当市场的基本面、降息、升息预期，或者说产业的趋势，例如什么 AI 的崛起发生变化的时候，分析师的报告通常还要等几个月才会写出来，财报也要等1季才会公布一次。但是价格是不会骗人的，钱的流向是最诚实的。当聪明钱开始布局的时候，价格动能就会率先启动。这又是为什么 Thinking Alpha 会认为动能是最具预测力的指标，因为它领先了所有的滞后的财务数据。好，讲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来聊聊最核心的问题：到底为什么强者会很强？为什么股价涨了还可以继续涨？这背后有2股强大的力量在推动。第一个是这个散户的人性，第二个是这个机构的机制。我们先讲讲散户的人性。在行为财务学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概念，叫做反应不足 （underreaction）。想象一下，一家过去表现一直很平庸的公司，突然发布了一份超级好的财报。例如说什么利润翻倍，市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？真的假的？运气好吧，下一季应该就摔下来了啦。因为散户和市场的这个半信半疑，导致股价第一天可能只涨了 5%， 但其实以它的基本面，它应该要涨 20% 才对。接着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第3个月好消息不断被证实，分析师开始上调它的目标价，这时候散户才恍然大悟，因为它是真的很好。于是散户怎样？开始疯狂的涌入，财经媒体开始大肆的报道。这种从半信半疑到羊群效应疯狂吹捧这个时间差，就创造这个长达几个月的动能趋势。那第二个就是法人机构的建仓惯性。第二个原因也是更关键的一个原因，你想想，我们散户在买股票的时候，打开手机 App 滑2下，10万块台币丢进去，瞬间完成。但如果你今天是拿着100亿美金的共同基金经理人呢，你看好一档股票，你想要买5亿美金，你能在一天全部买完吗？不可能，你一天买完，股价直接被你买到涨停板，你的成本会高得吓死人。所以机构会怎么做？他们必须要做一个行为叫做拆单，他们会把这5亿的美金的买单分成10几天，甚至几个月，每天买一点。这种持续不断的巨大买盘，就是动能惯性的最大推手。当你看到 Thinking Alpha 给某一档股票动能 A 加的评级的时候，你看到的不是什么玄学，你看到的是有一群超级大户正在连续好几个月悄悄的吃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电脑画面的 Thinking Alpha 的任何一档股票 Momentum 这个页签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标示他们的动能的。好，首先你会看到一个这家公司 Momentum 的评级，好像我现在切的是 NU， 它这个评级是 A 加，那它下面会有什么？会有3个月、6个月、9个月跟1年的报酬率，它是绩效的意思。你可以看到 NU 3个月是涨了27.87，同行中位数涨了多少？负 1.58， 那代表 MU 的3个月是比它这个同行，它行业比在哪里？是 IT 产业涨得还多。那9个月、1年就以此类推。那下面还有什么？还有价格，这家公司的价格跟这个 S&P 500的对应的报酬。下面就是这些报酬的线图。
那下面这里还有 Moving Average， 就是我常用的这个均线指标，它设定的是这个10、50、100跟200。在下面这里是这个 RS 指标，就是相对强度指标，还有 RSI 指标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Think Alpha 他们这个动能夜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到这个 TradingView 的画面来看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有一套阿维观察系统嘛，那究竟我是怎么把这个 Momentum 这个指标放在我的观察系统里面去观察股票？我自己其实具体的观察方法，就是第一个是看什么？看这个一样，跟 Think Alpha 一样，他们看什么？他们看涨幅，例如什么10日、20日的涨幅，它是看3个月的涨幅。那我用的均线组织都是20、60跟120，所以我会看20日的涨幅，也差不多是1个月的涨幅。那60日的涨幅差不多是3个月的涨幅。那20日的涨幅，我都观察它的涨幅是正是负，我会把它表现在这个均线上面。像你可以看这个20日均线 SMA， 就是这条比较亮白色的这条，你可以看到它有时候会变成这个灰色。那变灰色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均线就告诉我，这个时间点它的20日的累积涨幅已经是变成负的了。那负的，我觉得它的动能相对来说是会消失的，所以我动能是用这个均线亮暗色来表示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那这4条也都会变颜色嘛。120A 变暗色，代表动能已经消失了。120日的动能涨幅已经变成负的了。那200日这条深蓝色的，这条我会具体再把它拉出来，做在下面这个指标。主要观察哪2个东西？第一个是乖离率，乖离率怎么计算？现在这个价格距离200日 MA 的这个距离就是乖离率。那乖离率会怎么显示？下面这个累积图，这个面积图显示乖离率。像它现在这种，如果是绿色，它在这个乖离率是正的，但如果变成这个红色，代表它的乖离率是负的。那上面这条深蓝色线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200日的累积涨幅。我是用这样在观察动能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如果当它下穿的时候，代表200日什么？200日的累积涨幅已经变成负的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被特别小心。对上去有没有？它这边也变暗色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必须警惕自己，这个200日的这个涨幅已经变成负的。对，在我的观察系统是这样在观察动能的。我还有一个观察动能的方式，就是这档股票我会标注它250日新高的位置跟250日新低的位置，去看这档股票现在价格的位在这2条线之间的哪一个位阶。像如果位在比较低的位阶，其实它是比较没有动能的。像它如果一直在突破这个位阶，那它相对来说对我来说是比较有动能的。好，这也是我观察动能的一个方式。地表最强的技术分析网站，你有用过吗？TradingView 是我进入投资和交易领域以来一直在使用的技术分析网站，尤其是它这个超级图表的功能，绝对可以满足你在交易上所有看盘的需求。如果你还不懂 TradingView 的话，可以点击这一支影片，里面我有详细介绍 TradingView 的所有功能。我也建议各位跟我一样一起升级到这个 Essential。升级到 Essential， 你可以有更多的指标可以设置，有更多的快讯可以设置，观察列表可以设定更多不同的商品。如果你要升级的话，也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连结，订阅 Essential 只要$15，用我的专属连结，我直接再送你$15，让你再订阅1个月。还不赶快把握优惠 ？OK， 讲到这边，我相信大家已经完全明白动能指标的威力了。最后，我想给大家一个实战上面的建议。我不是叫你明天一早起来就去追买那些什么涨上天的那些迷因股。最完美的投资策略是什么？把基本面和动能结合在一起。你可以使用 Thinking Alpha 这个平台筛选出获利能力好、估值合理的公司。接着最后重要一步是什么？就是你要确定它的动能评级，至少要是 B 加以上，或者是 A。当它这家公司的动能是 F 的时候，代表什么？代表大资金其实正在撤出，你买进去只是在接刀子，你会陷入这个价格陷阱。但如果它的基本面好，同时动能又是 A 加，那要代表什么？代表它的基本面的利多正在被市场发现，聪明钱已经进驻了。这时候你只要进场。你买到就是即将爆发的主升段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要分享到这里。希望这集关于动能指标的深度解析，能够打破你害怕追高的这个迷思，帮你建立一套更科学的量化投资观念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以及你的交易系统有运用到动能指标，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战绩。别忘了帮这部影片点个赞，分享给你所有投资的朋友。最后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好了，那这是阿伟的投资日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各位的支持，我的频道会员功能已经开通了。如果各位看了我的影片，觉得有帮助，可以点击下方描述栏的加入会员连结，用行动支持我继续创作。详细的会员分级和功能可以参考这一部影片。